如果我說你的大腦很多时候並不是在決定什麼，而是在接收身體每秒送来的信號，這聽起來不太像我們对大腦的常識，對吧？我們習慣了把大腦想成總指揮，它發指令、做決定、控制行為。但2026年這一年裡，分別發表在 Nature、Cell、Nature Neuroscience、Science Advances、Current Biology 上的6篇論文，意外地指向同一件事：身體到大腦之間不是只有一根神經，是6種完全不同的通道，每一条都在改变大腦接收到的輸入、所處的環境或者它通向身體另一端的反馈。我先把這6件事一件一件說清楚。第一篇，一顆長在肺裡的腫瘤可以借大腦裡的迷走神經，把求救信號送到腦幹，讓交感系統反過來關掉腫瘤旁邊的免疫細胞。腫瘤借大腦幫自己逃過免疫追殺。第二篇，衰老小鼠腸道裡的某些細菌越長越多，會觸發慢性炎症。這種炎症讓一條本來負責把身體裡的狀況送給大腦的神經線變弱，記憶就跟着衰退。第三篇，肺裡有一群很少見的細胞，被尼古丁刺激之後會分泌小囊泡，把鐵送進神經元，讓神經元出現應激反應。第四篇，肝臟分泌的一種酶可以修復老化腦血管的屏障，大腦工作的環境重新變年輕一點，記憶和認知相關的指標跟着改善。第五篇，清醒小鼠的大腦內部成像看到大腦會不會晃動，最強相關的不是心跳，不是呼吸，是腹部肌肉的收縮。腹腔的壓力能讓腦組織和腦裡的液體環境一起跟着動。第六篇，腸道微生物產生的一種气味分子可以通過嗅覺受體改變雄性小鼠的攻擊行為。聽起來這6件事毫不相關，它們出自完全不同的實驗室，用完全不同的模型，終點也都不同。但放在一起，他們在做一件被嚴重低估的事，把身體改變大腦這句一直被講得很模糊的話，拆成了6條具體的可以追的科學鏈路。聽完之後，你能區分3件事：身體送進大腦的輸入到底是什麼？大腦哪一部分的環境被改变，以及哪些邊界絕對不能越過去？最反直覺的一種最先講，一顆肺裡的腫瘤是怎麼借大腦幫自己逃避免疫的？這件事是怎麼被發現的？研究者帶着一群肺癌小鼠，盯着大腦在這件事裡到底幹了什麼。他們看到的鏈條是這樣：肺裡的腫瘤把求救信號送進迷走神經的感覺支，信號一路傳到腦幹一個叫孤束核的地方，腦幹隨後調高交感神經的輸出，把腎上腺素一類的儿茶酚胺送到腫瘤旁邊的肺泡巨噬細胞。結果是，這群本來應該攻擊腫瘤的免疫細胞被關掉了。研究者怎麼知道大腦真的參與了這件事？他們做了一個簡單粗暴的實驗，把那條迷走感覺支剪斷。剪完之後，腫瘤旁邊的巨噬細胞重新開始抗癌。所以這不是大腦控制免疫，是腫瘤借了大腦這條線路，把變化傳回身體裡的免疫細胞。大腦在這裡更像一個被借用的中轉站，身體一端按了某個鍵，信號繞過大腦，再從另一端冒出来。但邊界要畫清楚，這是在小鼠肺癌模型裡觀察到的。它不是人類癌症的療法，也不是所有腫瘤都走這條路。它只是給我們一個起點，身體可以接大腦回到身體。6種通道裡最反直覺的一種講完了，下一種更直接。這次大腦不再是中轉站，而是接收方。同一条迷走神經，剛才傳的是腫瘤的求救信號，這一次它傳的是腸道裡的老化味道。2026年，另一篇 Nature 論文盯上了一群衰老小鼠的記憶。研究者發現，這些老年小鼠之所以記不住事，問題可能不在腦細胞自己，而在它們腸道裡有一群產中鏈脂肪酸的細菌越長越多。這些中鏈脂肪酸激活了體內一種叫 GPR84 的受體，觸發外周的髓系免疫細胞慢慢發炎。慢性炎症一上身，迷走神經裡那條專門給大腦送內感受信號的傳入線路就開始變弱。什麼是內感受信號？你不用記這個詞，可以這樣想，身體每秒都在告訴大腦我現在餓不餓，累不累，有沒有發炎。這些信號從內臟出發，
沿迷走神經一路送上去。海馬裡那個負責把當下編碼成記憶的區域，在背景裡聽着這條線。當線被慢性炎症堵住一點點，輸入就變弱了。研究者最後做了一個反向實驗，把老年小鼠腸道裡那群細菌挪到年輕小鼠身上，年輕小鼠的記憶開始變差。再把炎症通路切斷，年輕小鼠的記憶又回來了。這說明的是很具體，讓海馬記憶變差的不一定是大腦細胞自己老了，可能是它一直在接收一條慢慢被調低的身體信號。像收音機的輸入接口被堵住了一點點，發生的不是收音機的電路出了問題，是那根線鬆了。但有一條邊界不能跳過，這是衰老小鼠模型，是把腸菌挪來挪去看記憶改變。它不能推出補菌、吃益生菌，阻斷 GPR84 就能恢復人類老年記憶。論文給出的是身體裡這一條具體的信號鏈是怎麼走的，從腸菌到髓系炎症到迷走神經到海馬，而不是一顆藥丸的處方。但身體到大腦不只走神經一條線，下一種載體能裝進囊泡，是一種細胞之間的快遞。迷走神經是一條電話線，傳的是感覺信號。身體到大腦還有第二種連接方式，細胞之間互相寄送的小囊泡。肺裡有一種很罕見的細胞，叫肺神經內分泌細胞，英文縮寫 PNEC。Science Advances 2026這篇研究做的是它的誘導版本，叫 iPNEC。研究者讓這群細胞接觸尼古丁，看它們的反應。尼古丁一進來， iPNEC 開始分泌一種特殊的小囊泡，叫外泌體。可以把外泌體想成細胞向外發出的快遞包裹，裡面裝着 RNA、蛋白質、各種調控分子。研究者發現，被尼古丁刺激過的 iPNEC 包出來的外泌體，裡面裝的是大量的血清轉鐵蛋白，一種能把鐵帶進細胞的載體。在模型系統裡，神經元會攝入這些外泌體。神經元表面有兩個負責吸收鐵的轉運蛋白，一個叫 TFR1， 一個叫 DMT1。當外泌體上的轉鐵蛋白找上這兩個門，鐵就被帶進了神經元。然後問題來了，神經元裡的鐵開始堆積，鐵多了，氧化應激就強， ATP 慢慢被消耗，甚至連 alpha 突觸核蛋白都開始累積，這是一種和帕金森相關的蛋白。整個細胞慢慢走向應激狀態。迷走神經傳的是電信號，外泌體傳的是裝在小囊泡裡的分子貨物。線路變了，載荷變了，到達細胞內的地址也變了。身體到大腦這件事多了第二種通道，分子級別的物流。論文在描述這個發現時說得很謹慎，這條通路可能參與神經元功能異常。注意可能兩個字，它不是說肺直接造成了某種疾病，他說的是在 iPNEC 加神經元的模型系統裡看到了這條或運通路存在，看到了下游应激的指標在变化。這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類疾病鏈條，把它講成抽煙一定會導致某種疾病，是把模型系統講過頭了。論文真正給我們的是身體到大腦的第二種通道，一種裝在小囊泡裡的可以被神經元吸收的分子載體。但前面三種身體送過去的都是壞消息，免疫被壓低，記憶被削弱，神經元應激。如果故事只剩損傷，那就太單調了。下一種相反，身體也送修復信號。Cell 2026的這篇論文反過來，它講的是身體送過來的修復信號。研究者從老化和阿爾茨海默模型小鼠開始，這些小鼠的腦血管已經老化，血腦屏障的功能在退化。研究者把年輕小鼠的血漿移到老年小鼠身上，很經典的實驗。但這次他們想知道，到底是哪一種血液成分在起作用。他們盯上了一種肝臟分泌的酶，叫 GPLD1。它和運動有關，身體活動後，肝臟会把這種酶分泌進血液。GPLD 一流到大腦血管之後，做的事很具體，它能切斷腦血管表面那些 GPI 锚定蛋白，特別是一種叫 TNAP 的酶。TNAP 在老化的腦血管上活性偏高，把它切下來，血腦屏障的完整性會恢復一點，屏障變年輕一點，認知模型裡的相關指標也跟着改善。可以這樣想，腦血管像一根用久了的水管，
接口處長了一層鏽。GPLD 一像一種擦鏽工具，它沒有新建一根水管，是把堵在接口上的東西打掉一點。前3種媒介改變的是大腦接收到的信號或細胞內狀態。GPLD 一改變的是更基礎的東西，大腦工作的環境本身。屏障是不是漏，血管是不是通暢，這些條件直接決定大腦裡能發生什麼。環境變了，大腦裡發生的事也跟着變，但還是要踩剎車。這是在老化和阿爾茨海默模型小鼠裡觀察到的。GPLD 一不等於運動，運動給身體的好處遠不止一個酶。它也不是阿爾茨海默的治療藥物，從模型到人類臨床有非常長一段路。論文給出的是身體活動這件事可能怎樣具體連到腦血管和認知，不是把鍋蓋一掀就給所有人開處方。化學和電的連接說完了，但身體到大腦還有最樸素的一種連接，物理。Nature Neuroscience 2026這篇研究在清醒小鼠身上做雙光子成像，他們盯着的不是神經細胞放電，是大腦本身相对头骨的位移。結果發現，大腦會不會晃動，主要不取決於心跳，也不主要取決於呼吸，最強相關的是腹部肌肉的收縮。老鼠在跑，在調整姿勢的時候，腹腔的壓力變化會通過血管這一類液壓式的連接，一直傳到大腦裡，讓腦組織相對頭骨發生輕微的位移。腦裡的液體環境也跟着動，可以想象成一個魚缸。你按一下魚缸側面的塑料板，你不是在指揮水裡的魚，但魚周圍的水流動狀態變了。腹部和大腦之間的關係更像這種關係，身體沒有發指令，是把整個流體環境晃了一下。這種連接本身就比信號更基礎，它說明身體和大腦之間還有物理尺度的接觸。但同樣必須把話說清楚，這是小鼠雙光子成像看到的腦運動，是頭部固定的實驗條件下觀察到的腹腦機械耦合。它不能推出做腹肌運動可以清掉大腦垃圾，不能推出特定的運動能預防神經退行。論文做的是比這樸素的多，它說明壓力和運動也是身體到大腦路徑的一種媒介，僅此而已。前面5種連接都把信號送到大腦裡某個細胞或某個屏障上，最後一種走的是另一條路，身體裡產生的氣味分子通過嗅覺系統直接接到了一段可被測到的行為輸出。Current Biology 2026這篇研究的鏈條非常誘人，他發現雄性小鼠腸道裡有一群細菌在產生一種叫三甲胺縮寫 TMA 的小分子。TMA 是一種揮發性气味分子，可以被主嗅覺系統中一種叫 TAR5 的受体感知。研究者切断 TMA 的產生之後，雄性小鼠之間的攻擊行為和社會優勢表現都下降了。也就是說，腸道裡的細菌產物通過氣味影響了行為實驗裡小鼠之間互動的結果。這是一個真實的、可重複的科學發現，但它也是這一整集裡最容易被翻譯錯的一個。如果只看這條鏈條的形狀，很容易聽成腸菌改變社交。這個翻譯會讓人立刻想到自己，我的社交能力，我的人際關係，我的性格，是不是也被腸菌操控？不是，這是雄性小鼠，是嗅覺通路，是攻擊和社會優勢行為實驗。它不能推出人的性格、社交能力或命運。它在合集裡的位置不是身體塑造人格，是提醒身體到大腦的通路越接近行為，越要把物種、模型和結果範圍說清楚。把6篇放在一起看，每條線的形狀都不一樣。腫瘤界迷走神經把求救信號送進腦幹，再讓交感系統去關掉腫瘤旁邊的免疫。衰老小鼠的腸菌觸發慢性炎症，調低海馬收到的內感受信號。iPNEC 用外泌體把轉鐵蛋白快遞進神經元，鐵堆積引起應激。肝臟的 GPLD 一切掉腦血管表面老化的 TNAP， 讓屏障變年輕。腹部肌肉的收縮通過血管液壓牽動腦組織晃動。腸道細菌的 TMA 通過 TAR5 改變雄性小鼠的攻擊行為。6條路徑，6種媒介，6個不同的下游。它們共同支持的不是身體決定大腦，是身體不停地改變着大腦收到的輸入，
所處的環境以及行為實驗裡那一小段可以被測到的輸出。6條路徑裡有幾條已經被干預實驗反向驗證過，每條路徑的證據強度也不一樣。所以最後這句話最重要，身體和大腦之間不是一根神秘的總線，它是一組具體連接，一條迷走神經，一種分泌酶，一個外泌體，一種气味分子，一種壓力波動。每一條都有它的來源，它的物種，它的實驗條件。把這些條件擦掉，剩下的就只是一句口號。把這些條件留下，才是真正可以追下去的科學。